如果我現在告訴你，你我，地球上這80億人，可能根本就不是地球原住民，我們的祖先或許來自一顆紅色星球。沒錯，就是正在看視頻的你，可能根本不是地球土著，而是貨真價實的火星移民後代。是不是覺得我在胡說八道？先別急着槓，我們拿最新的科學發現說話，看完你絕對會腦瓜子嗡嗡的。就在最近，中國的祝融號火星車又搞了個大新聞，直接把火星的含水歷史往後推了好幾十億年，這背後藏着的可能就是人類起源的終極密碼。可能有朋友還不知道，祝融號自從2021年5月15日成功登陸火星烏托邦平原後，就沒閒着，帶着高頻4級化探地雷達，給火星地下做了個厘米級的 CT 掃描。以前我們研究火星的水，全靠衛星拍地表照片猜，這次祝融號直接鑽到地下7米深，把地下結構看得明明白白。結果一出來，科學家都驚了，火星在 7.5 億年前，也就是中晚期亞馬遜紀的時候，居然還有顯著的水體活動。這可不是小水洼，而是能形成大面積沉積層的潛水環境。祝融號發現的那些像千層蛋糕一樣整齊的沉積層，跟地球的淺海、大湖形成的地層一模一樣，而且還檢測到了含水礦物和富鹽沉積物，這些都是水環境的鐵證。要知道，以前科學界都認為火星30億年前就徹底乾了，現在祝融號直接把這個時間線往後拉了20多億年，相當於給火星的宜居青春期續了肺。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火星有更長的時間孕育生命啊！說到這兒，可能有人會問，有 water 就一定有 life 嗎？別急，這就輪到美國 NASA 的毅力號登場了。早在2025年9月，毅力號就在火星傑澤羅隕石坑的古老河床上採集到了一塊叫藍寶石峽谷的岩芯樣本，裡面居然有潛在的生物特徵。這塊岩石是粘土和粉沙組成的，跟地球上火山岩裡保存微生物化石的環境一模一樣，而且還富含有機碳、硫、氧化鐵這些能給微生物提供能量的化學物質。更關鍵的是，這塊岩石還是毅力號探索過的最年輕的沉積岩之一。以前科學家都覺得火星生命只能在更古老的岩層裡找，現在直接把生命可能存在的時間範圍也擴大了。你想想，中國祝融號證明火星 7.5 億年前還有水，美國毅力號在更年輕的岩層裡找到生命跡象，這倆發現湊到一起，是不是就有點細思極恐了？可能有朋友還是不相信，覺得火星現在乾巴巴的，怎麼可能孕育出人類的祖先？那你可就太小看生命的頑強，也太小看宇宙的神奇了。咱們先回到火星的黄金時代，40億年前的火星可比現在的地球熱鬧多了，有廣闊的海洋、厚厚的大氣層，還有穩定的磁場保護，完全就是個宜居星球。後來因為火星內核冷卻，磁場消失，太陽風把大氣層一點點吹走，地表水要麼蒸發，要麼躲到了地下，火星才變成了現在這副荒涼模樣。但在環境惡化之前，火星上很可能已經誕生了最原始的生命，比如像地球早期那樣的細菌、古菌。這些微小的生命會不會在火星徹底變成絕境之前，搭上了宇宙快遞來到地球？說到這兒，就必須提一個讓主流科學界都開始重視的理論——胚種論。簡單說，就是生命的種子可能在宇宙中傳播，通過隕石、彗星這些載體落到宜居的星球上生根發芽。以前覺得這是天方夜譚，但現在越來越多的證據支持這個觀點。歐洲空間局的羅塞塔探測器就在彗星上發現了有機物，甚至有微型生物的痕跡。更關鍵的是 ，NASA 做過實驗，把模擬隕石射入太空，再讓它衝回地球大氣層，結果發現DNA 和細菌孢子居然能扛住劇烈摩擦和高溫，活了下來。這就證明生命完全有可能通過隕石從火星傳到地球。咱們來梳理一下時間線，看看這個邏輯有多嚴密。火星在40億年前有海洋和生命宜居環境，38億年前地球開始出現生命，而火星在37億年前環境開始惡化，30億年前進入寒冷乾旱期。7.5 億年前還有局部水體活動，你發現沒？地球生命出現的時間剛好和火星環境惡化、生命可能被迫移民的時間吻合。
而且祝融號在火星地下發現的富鹽沉積物和地球早期海洋的成分很相似，毅力號找到的有機碳組合也和地球早期微生物代謝需要的能量來源一致。這難道真的是巧合嗎？講到這兒，可能有朋友會問，如果我們真的是火星後代，那為什麼我們現在離不開地球的環境？其實這個問題很好解釋，生命是會進化的，就像魚上岸後進化出肺，我們的火星祖先來到地球後，也會根據地球的環境不斷適應進化。經過幾十億年的時間，早就變成了適應地球環境的生命形態。而且現在科學家在模擬火星環境的實驗裡，發現地球上的很多微生物甚至苔蘚都能在火星的嚴酷條件下暫時存活。這也從側面證明了生命在火星和地球之間遷移的可能性。這裡我插一句個人觀點啊，每次看到這些探測數據，我都覺得宇宙真的太神奇了。以前我們總覺得人類是地球的主宰，是宇宙的獨苗，但現在看來，我們可能只是宇宙生命傳播鏈條上的一個環節。祝融號和毅力號的這些發現，不僅僅是探索火星，更是在尋找我們自己的根。說到這兒，我想問問屏幕前的朋友們，如果未來真的證實了人類起源於火星，你們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是想回到火星看看老家，還是覺得這個結論太顛覆，三觀難以接受？把你們的想法打在評論區，咱們一起討論。可能有人還會質疑，說這些都是推測，沒有直接證據。確實，現在還沒有找到火星生命直接的化石或者活體，但科學探索就是這樣，從推測到證實需要一個過程。就像以前我們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後來發現太陽才是，再後來發現太陽也只是銀河系裡的一顆普通恆星。現在祝融號和毅力號已經給我們指明了方向，接下來隨着更多探測器的登陸，比如中國未來的火星採樣返回任務，還有 NASA 的火星樣本回收計劃，說不定再過10幾年，我們就能拿到真正的鐵證。而且大家有沒有想過，如果人類真的起源於火星，那對我們未來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麼？火星可能就是我們的第二家園，是我們文明的發源地。我們探索火星不僅僅是為了尋找外星生命，更是為了回歸故土，為人類的未來尋找新的出路。現在祝融號發現的7.5億年前的水體活動區域，很可能就是未來人類登陸火星的重點考察區，因為這裡曾經有過穩定的水環境。說不定地下還藏着更多關於生命的秘密。講到這裡，我再給大家分享一個更震撼的消息，除了中國和美國，歐洲空間局也在計劃開展月球鑽探任務，尋找能證明地球生命起源於地外的線索。而 NASA 的科學家也表示，在地球之外發現生命線索只是時間問題。也就是說，現在全球的頂尖科學家都在朝着生命可能起源於地外這個方向努力，而火星就是最關鍵的突破口。祝融號和毅力號的發現已經把這個可能性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最後我想說，科學的魅力就在於不斷打破我们的認知邊界，從認為地球是中心，到知道我們生活在宇宙的一個偏遠角落；從認為人類是地球獨有的生命，到推測我們可能是火星移民的後代。每一次發現都讓我們對宇宙、對自己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今天我們聊的這些雖然還沒有完全證實，但每一個觀點都有最新的科學數據支撐。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們，你們是相信人類起源於地球，還是更願意接受我們是火星後代的說法？或者你們有其他更腦洞大開的想法？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觀點。喜歡影片請按讚、訂閱、分享。下期我們繼續深挖火星上的那些秘密。朋友們，最近我發現了一個非常好用的 APP， 就是一款叫 Himalaya 有聲書 APP， 非常好用，特別適合喜歡聽書的朋友們。它的華語內容十分豐富，天文地理、歷史名著什麼都有，而且都是正版授權。無論在通勤、走路、運動的時候，還是睡覺前，都可以聽一聽，特別 OK。為了感謝朋友們對我頻道的支持，特別向 Himalaya 官方申請了14天 VIP 免費試用，一般用戶只有7天。現在立刻馬上，你只要點擊下方資訊欄的專屬鏈接，就能領取使用名額。你先用14天，如果覺得不合適，卸掉就是不會扣費。如果你覺得還不錯，你就充值繼續用。